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，不然你的魔神使者永远上不了分。S11的召唤羁绊剪纸天使等于一个 GOC 的冠军。S12的魔神使者到底能不能上分？怎么上分？本期视频结合多位千分王者 Flancy 幻灭、红莲的实战对局，浓缩出这套体系的所有细节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也许你真的可以自己上王者。魔神使者各个品阶召唤物古神的技能均为魔法伤害，所以这套阵容刚需一件电刀或离子火花。古神的生命值和法强受魔神棋子星级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在确定阵容后要亏利息留对子，棋子星级越高，古神越强。这套阵容只有在两个前置条件达成下才考虑完，要么有魔神转职，要么有校园吉祥物。魔神转职对这个阵容的重要性是极高的，上个视频有详细的介绍，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前往观看。我们先来看看有转职的构筑。第一套血量压力大上不去9的版本，8级硬地整体2星，外援使用卡尔玛狗头。第二套血量压力适中，上得去9，但钱也不多，3个外援找卡尔玛、加里奥、维古斯，稳定战力后再慢慢过渡到第三套。第三套有血有钱，奔着吃鸡打，补充泽拉斯塔姆，还有一个灵活位，有2星狗头先用着，补充前排的坦度，其他5费卡2星后再考虑更换，1星5费卡不换。如果没有转职文章，就必须有校园吉祥物这个海克斯，否则不玩这套阵容，玩就送分。第4套、第5套。先介绍一下这个阵容相关理解，当然后续版本大更新或者有新的理解，也欢迎高手在评论区补充。阵容的核心主 C 是古神，而不是羁绊中的某个棋子。羁绊中的棋子将绝大部分的能力数值都转嫁到了召唤物上。为什么阵容构筑中的棋子是卡尔玛、狗头、泽拉斯？这是由理解1衍生出来的。我们很难在这样大羁绊体系中找到一个低费 C 位，因为玩法是相悖的。低费 C 位当主 C 需要追3星激活相关羁绊，而大羁绊阵容需要的是生人口激活大羁绊，如上赛季的剪纸。左一在幽魂体系中大放异彩，但是在剪纸体系中，你既要左一3星，又要开7剪纸。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思路构筑玩游戏，100%是上不了分的，输的局一定比赢的多得多。所以我们稳定的副 C 要找那种只需要激活一个小羁绊就有明显强度的单卡。为什么使用卡尔玛、狗头、泽拉斯就是这个原因，并且我们的装备也是给这些外援卡。可能有小伙伴提出疑问，我看有一套辛德拉开7魔神的玩法，这套玩法只推荐在有游神的盟友出辛德拉时才考虑，这样就将辛德拉从一个6到7人口消费的低费阵容转变为一个运营上人口的高费阵容。现在能硬玩出来的对局完全是因为辛德拉数值超模。可能你还会看到有些对局中辛德拉2星带装备不拆给2星卡尔玛的情况。当辛德拉的被动层数叠多了，它的数值完全对标一个2星4费，所以无需更换。优先激活高魔神羁绊，在魔神羁绊的基础上扩展其他羁绊。蜘蛛是幻形师，所以我们会为它扩展2幻形师羁绊。如果我们用的是辛德拉，那么就会给它扩展2术士羁绊。可以看到尼可和蛇女又组成了2诅咒羁绊。运营过渡的本质就是在1阶段野怪留2星对子，然后为这个棋子激活第一个主羁绊，后续就是在这个主羁绊上扩展其他的小羁绊，或者将这个主羁绊开到更大。无法激活小羁绊或无法将主羁绊开到更大时，我们就上高质量单卡如猴子。这里再多唠一句，我真的无法像别的博主一样用具体化的公式介绍，像3-2拉6、4-拉8这些公式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最优解，但我也知道这对很多新手玩家来说是一个标志，能帮他们定位到一局大概的节奏，不说一定对，但至少不会出错。这可以让他们在多数对局中获得体验。在这件事上会尽力完善，后续会出详细的过渡视频、海克斯选取逻辑、生人口思路等等这些提升理解的视频，记得一定要点个关注，不要错过。娜美开篇我们提到这个阵容刚需减魔抗，再加上这个版本回复较多，如2时间、复苏、战士卡等等，所以电刀、离子、鬼书、红 buff 是重中之重。贝雷亚、银血、血手、夜刃，公式是回复加坦度加夜刃。贝雷亚的定位是一个持续输出的战士，虽然它自带唤醒羁绊和投喂机制，让它的坦度很高，但它依旧是一张核心的持续输出的卡。夜刃有很好的拖战效果，被激活打残后拖战可以让它通过银血直接回一大截，相当于2条命。辛德拉、卡尔玛、泽拉斯带法系通用装，公式就是回蓝加输出。法系装备不强求，越早合成战力就越强，血量就越高，越容易上9提升上限。希望视频会对你的游戏思路、实战技巧有所帮助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